第二轮团队战主题 AI 实力对决，差距太大了，相差22分。如果不认真，很可能就没有再去表达的机会了，让我们的压力都变得很大。Plan B 一些搭配是完全不合理的。不行，你这个太散了，盐都没有了。我帮你做什么呢？要不要换思路？硬按点，硬按点，硬按点。你呢？快点，快点，快点！哇，越吃越停不下来。吃鱼不见鱼，不是高级。现在公布比赛结果，比分是：恭喜星厨队，确实来之不易，太漂亮了。这一场也是一个翻身仗，尽力了不？恭喜星厨全员晋级，素厨队全员进入抢位赛。好不容易大家一起并肩作战了一天，我们明天又要变成对手了。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生抽独家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研豆豆都好吃，博研味更鲜，水就是水，让水回归纯净。本节目由娃哈哈纯净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七喜赞助播出。会吃的喝七喜，一周七喜爽透顶。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弄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经过团战比拼后，星厨全员晋级。素厨队的队员们，抢位赛即将开启。7位素厨将通过抢位赛争夺4个晋级名额，这是你们最后的突围机会，请全力以赴，放手一搏。就既是对手，但其实也是朋友，所以互相知道对方的实力有多么的厉害。要把他们打败，说实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对于队友最好的尊重就是全力以赴。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竞争最大的对手，首先是张元富老师，宝到位了。他对食材的了解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情况。压力还是多少都有一点儿。你说没得压力肯定不可能，但是不是太那个。而且我现在还是个老师傅，一定要在这方面本着一个认真的态度。本次抢位赛共有2轮，第1轮晋级3人，第2轮晋级1人，其余3人直接淘汰。抢位赛主题，请揭晓。本场抢位赛，大家需按照转盘随机抽取的条件创作菜品。Oh, so one main ingredient and one spice. I need to use. 每位主厨间隔30分钟，限时90分钟。菜品完成即可按铃，评审将从创意、风味、技术等维度进行品鉴，最终合议选出每一轮的晋级选手。现在命运之轮，中国风物转盘挑战即将开启。有请吃遍东西南北大街小巷的大众评审刘维为大家抽取本轮主题。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大众美食代表刘维。我自己个人是一个非常爱看做饭类节目的一个观众，希望我今天可以代表大众，让他们可以隔着屏幕感受到你们的美味。那接下来呢，我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食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地方特色主食材转盘，中国地方风物，里面有湖北潜江小龙虾、
广东顺德黑毛节瓜，宁夏盐池滩羊，福建东山岛五鱼。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特色香料转盘，有我们的湖南长沙紫苏，广西崇左山黄皮，河南信阳荆芥，吉林延边蟹白，云南西双版纳麻芡。好多都没吃过。今天几个香料不是很普遍，确实都不是很普遍。这5种香料地域属性比较强，自带鲜明的本土风味。哇，这个赛事真的是太磨人了，在考验大家的耐心。当然了，这种随机性的东西，但是其实是很能激发一个厨师的潜力、临场发挥能力以及你的创造力。It's elimination game, which means there's gonna be a lot of pressure. There's a lot of last-minute thinking. To be honest, I really don't like surprises. Word surprise in kitchen it means chaos. 我觉得这个赛事我很喜欢，没有非常不擅长的，阳台也很擅长，鱼其实很擅长，小龙虾就更擅长了。有一点蒙圈的感觉。一看到那个转盘呢，里边有这么多都不认识的东西，好像那些东西都没见过，我自己就觉得，哎呀，今天这么难吗？这样。那接下来呢，我就要为大家抽取本轮比赛的题目。哇！福建东山岛五鱼。Threadfin fish, yes, I cooked few times in Hong Kong. 这个鱼我之前有用过，五鱼也是麻油鱼，这叫法不一样而已。五鱼是什么鱼啊，师傅？五鱼是什么来？五鱼是什么？其实就是麻油鱼嘛，麻油做鱼饭。在潮汕地区经常用的一个叫鱼饭，用很好的鱼、很新鲜的鱼，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去做，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美食。所以它的这个延展性还是很强的。那个五鱼其实是香港的麻油的话，我就觉得中式是比较好吃，所以实际上是比较有一些吃亏的一个地方站。对。接下来是中国特色香料。云南西双版纳麻芡。What's that? I was running through a lot of difficulty, try to understand the flavor profile because I never worked with this ingredients. It never tasted pepper before. 麻芡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听都没有听过。这完全就是我的一个知识盲区。麻芡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啊。麻芡是什么来？我看到这2道题，我都已经蒙圈了。这麻芡，云南的一个，我们叫傣族花椒。那好弄的呀。麻芡跟五鱼那可以啊，绝配是吧？没有问题。食材选择完毕，各位可以开始赛前准备工作，并查看食材。麻芡，我查。那个，你帮我查下那个麻芡，云南那个香料是啥子？云南西双版纳麻芡。Yunnan Mao Chen. In English, what is it? 这个云南，这个应该大家等于应该都不擅长吧？他们也在查呢，你看看，每个人都在查。大家都在搜。
所以这两种加起来味道会怪吗？挺好的，不会是可以的啊，不会怪，不会怪。我跟你说，像麻芡，它是换了一个别名，它应该就是小麻椒嘛。而且花椒跟鱼，它其实还是比较好炸的。我觉得张元富老师应该做起来很简单，应该比较对他来说，他是最好最那个的，他的赛道是最好的。麻芡的学名叫毛大叶臭花椒。麻芡有很多个名字，因为它地区不一样。因为我们那边叫野花椒，刚好也接触过。我们平时熟悉的那种，它回味有点偏苦，而且这个我尝了，使劲的尝了一下，哇，这么大！花椒不是有点咸，没有怪味啊，很苦啊，还有点柚子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麻芡其实它跟花椒是异曲同工，花椒对四川人来讲，这个就理解比较深刻啊。麻油鱼啊，那个鱼很嫩的，我上次在澳门做过那个鱼，要么就把它烧了，要么就把那个调个那个汁儿，烧皮肤的那个淋一下完了，调个味，哎呦，有点麻，还整多了，难吃，对，整多了，又苦又麻的，只能去香气，不能去苦味，感觉适合用来煎，然后做一个 sauce。菜不是开了吗？啊，你看一眼先。这个东西我们比较有利，因为它适合去煎嘛。对，适合去煎，煎完然后烤，吃点炭火味，把它风味榨取出来的，比如说油浸什么的，把味道榨出来的时候，如果苦味出来的，就不大好搞了。温度不能太高。时间说实话有点紧，看简单搞点什么。配菜你不能做很多那个，对，肯定不能做很多。我们的想法、跟做法、跟创意、跟所有的东西，这是一模一样。我现在看待 Terry 就是感觉像是看见了我的分身一样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真的。这样的人作为队友，我们会添1-5分；但是如果作为对手的话，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了。Who do you think will be the best? I think Zhang Sifu will be the best. 做这道菜有信心。I think the engineer will have chance. 鱼是我得心应手的料理，香料也是我用的比较娴熟的风格，所以我非常的有信心。那个影视主厨也可以啊。我想啊，做我那个招牌菜柑橘汁麻油鱼，我们之前有烹饪过，所以说对麻油鱼还算比较了解，所以说我就很有信心了。命运之轮抢位赛，第一轮7进3，限时90分钟，倒计时开始。加油！这一轮我用了2种方式来处理这个麻芡，一种我用它来腌制五鱼。首先倒入清酒、味淋、生抽和麻芡，将五鱼腌制一下。因为我尝了一下那个麻芡的味道，它是有苦味和柑橘味的，如果不处理的话，苦味散发出来对菜品很不友好。将五鱼的边角料打成泥，酿进南瓜花里。然后把腌制的五鱼切断，裹上面粉、鸡蛋液、面包糠，放在锅里油炸。因为我想最大程度的体现清爽的味道，所以会用到很多的食材。我没什么时间思考，所以只能想到什么拿什么。小刚已经去食材间3趟了。咸得很啊，这个破盐！你看这把小刚给忙的都晕了。
同时我还搭配了一些清爽的食材。小刚用了好多番茄，用西红柿榨汁，小刚怎么样？啊，针对这个食材跟这个香料有什么感觉呢？哇，这是什么东西啊？做个番茄水哦，所以这次还是属于西式一点吗？对，属于西式一点。哇，这个好鲜的，已经闻到味道了。对，会用这个做和番茄水一起做个酱汁。哦，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你有好奇心？老师，这是什么呀？这个是南瓜花。哦，老师，那这个是一会儿要用来干嘛？炭烤鱼。哦，炭烤鱼。哎呦，这个比较少，对，这很酷哦。最爱吃烤的了。来，我先跟你欢迎你来我们的节目，欢迎，辛苦了，老师，谢谢老师。人家在这匆忙做饭，我俩在人面前举杯喝，会紧张吗？会啊，肯定会啊。对啊，多少都会啊。那我问你哦，那个西川版纳的那个会影响到吗？还是那个香料啊？其实也还好，对不对？因为因为它跟那个四川的花椒还蛮像的，所以还算能处理的。对，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别人好了。素，来吧，你唱首歌给他听吧。哦，那我又是一个进步的单身派对，方面参加，我想去。好，加油！我把西红柿的汁和刚刚做的汤倒在一起，加入调料，打成了一个酱汁。这样的话，这道菜就会散发出很浓厚的清香味。我还用了节瓜来丰富口味。第二组是哪组啊？第二组是 Harry 大魔王。我这次想要做的还是炭烤。鱼其实是香港的马友我知道是很多油脂，然后皮很薄，所以就非常适合炭烤。Terry 开鱼开的还是好的，干干净净。香港人接触这些鱼什么的，那肯定是经验比较丰富哈。麻芡吃起来是麻柠檬的上味，所以酱汁的部分我就用干葱、蒜头跟麻芡去煮。激发它的香气，但是麻芡有个问题，不只是麻，它还有苦，只能放多一点点甜。还有什么酱？奶油酱，所以奶油酱肯定是放这个麻芡下去，所以说就比较浓郁。然后我再用青辣椒、煎饼汁调味。国王感觉给的东西也蛮多的啊。反正确实一看给的东西太多，这个东西反正就相对来说失误会更大。我觉得这就是西餐的问题，就是表现的东西太多，时间又不够，所以还是简单一点。因为比赛还是要味道做好，更直接的去表达表达食材的味道。对。我觉得西餐真的是没有中餐那么有优势。西餐本来就是很多预备的功夫是在之前，然后又是90分钟，时间真的太赶，我觉得有点危险。规划好时间，简单。确实，这些西式的这些烹饪手法跟我们中餐确实还是有很大区别啊，有很大。其实有些是可以值得我们好好去借鉴。最后，我将剩下的鱼改刀放到锅里，将鱼皮煎脆，大概煎到3、4成熟的时候，用麻芡和大蒜一起低温萃油。这样麻芡的味道就会散发出来，提取了它柑橘的香气，然后还有椒麻的味道，同时避开了它自己有的苦味。然后将煎好的鱼放在炭火上炭烤，用炭烤的苦味来把麻芡的苦味再进一步盖掉，一边烤再一边刷这个油。Terry 做的和小刚做的好像差不多。他也是煎的拿去烤，一定是煎的再烤，直接烤皮全部拿掉。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会直接炭烤，但是有的时候出餐的时候需要的时间比较快，我们会先煎一遍，这样的话时间比较省，所以我们俩都想到一块儿去了。
我选择的菜是一个比较开胃的，就是它的味道没有做得太重，就一下子就能把这个评委的那个口味给抓住。哇哦啊，谢谢谢谢，哇，好香啊！哇，这个很大块哎。哇，它这个汁好清新啊！ Where is the Sichuan pepper? On the fish? 其实底下那个也建议大家喝一下。我一直在吃酱汁，太特别了，就是完完全全，我没有想到一上来第一道菜就是完完全全符合我来这个节目的预期，然后恰巧小刚的这道菜就完全占有了我的味蕾，因为他调的那个酱汁真的太清爽，哇，真的很厉害，你们两个这么棒啊！好开胃了。好吃。我觉得这一道菜是你来节目做的最好吃的一道。对，就是我很喜欢你鱼皮的处理，就然后跟那个鱼肉搭配，像他刚刚讲的，就是你有个层次感在那边。那这个汁，我觉得它这样，我反而喜欢它这样清清淡淡的。你应该是把你的调味都放在鱼皮上面了，鱼肉上面上层，所以两个一起剖开来吃的时候，搭配那汤汁一起吃的时候，是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balance。我觉得这道菜是完成度啊，各方面火候啊什么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恭喜你，谢谢。首先我想给老师看一下我的盘子。好，谢谢。我觉得这个是对美食最大的赞美了。今天这道菜，今天第一道菜，我真的觉得超级好吃。但是在好吃之前，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您说您用了番茄，然后我刚才看到您用了非常多的番茄，但是一点儿红色都没有。因为番茄我用的只是它的汁水，我把所有红色的东西过滤了3遍，所以它只有青的颜色。哦，怪不得，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好吃，谢谢老师，谢谢。这2个的鱼味调的都很好，唯一吃不出来的就是麻芡的味道弱了一点，因为我们还有调味的香料要突出它，这个稍微有点欠缺。这个主题好的呈现是麻香四溢，这个切到嘴里面、口腔里面都充满了这个麻芡的这种冲击感，让你浓烈的感觉到。但是它这个麻不让你吃的难受，它的缺点就是麻芡的感觉呢弱了一些。我觉得我运用到了麻芡它本身的优点，然后规避掉了它的缺点。但是的话，评委可能觉得要用的话，就要把它的优点和缺点全部都用起来。他时间很赶啊，他还几分钟啊？他是不是有点紧张啊？他 Harry 的时间只剩，哎呦，太紧了。我就觉得这样有点够呛。那个说他们那个什么麻芡的味道重一点，好。因为评审觉得我的麻芡味道太大了，所以说我就想提醒一下 Terry， 尽量避免这个问题。哎呦，没时间了，加油啊！90分钟其实很赶，但是我也不想随随便便就是把那个菜放出来嘛。然后我觉得还是要放一些我的想法、创新跟完整的表现出来。猜好了，可以，完成度很高了。这个做的跟绍刚就有点像，有点像，但是没有绍刚的丰富，是吧？没有，我觉得绍刚是太清淡，这个反而浓郁。哇，一道接着一道吗？对啊，哇，干干净净的。看起来不错哦。
它这个酱还是挺会调的。哇，哦，有味道很特别哦，有麻芡味、奶味。谢谢。这菜看起来不错哦。Terry 他做的一定是很好、很高级的，鱼都很好吃，而且外表很脆，里面很嫩。那个汁儿调得很浓郁，鱼是做得非常好的。Terry 做了一个法菜，所以它的那个酱非常浓郁，非常厚实。而处理鱼的方式跟陈小刚一样，做了一个炙烤，但是它鱼的部分就没有选的像陈小刚那么好，相对来说老了一点。汁呢，因为奶油打的有点多，所以很腻口，所以这点减分。这个菜主题很突出，火候拿捏的也恰到好处。你说的这个麻芡的味道也很浓烈，所以你这个味道是完全表达出来了。提一点小建议呢，就是我个人感觉咸味稍微重了一点点。哦，调味重，太浓郁，对，太咸了，对。浓郁了。汁那个它有奶油是吧？对，而且它的鱼又腌制过，太过腻了。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它不算咸。好，有分歧了。大众评审觉得不咸，酱汁非常的浓郁，配菜配得很好，因为它这个配菜可以完全解掉酱汁的那种腻，就它有一种在口腔当中迸发一种麻麻的那种香气的感觉，整体平衡做的是非常好的，很好的一道菜。一开始的摆盘我觉得还蛮吸引我的，你把菜放在中间，鱼在旁边，我觉得你选这个菜处理的方式非常 crunchy， 它有一个嚼劲在那儿，然后搭配这个酱呢，那个菜也不会抢过鱼的口感，然后让你有个多一种口感的层次，所以这道菜我觉得完成度是非常高的，对，恭喜。两极分化啊，有人觉得味道太浓，有人觉得正好难搞。怎么做啊？你猜？你咋做？还是烤吗 Mr. Engineer, I basically taste the same thing again. The sauce, the potato, everything was executed perfectly, but I don't get the contrast. So, diversify. Don't be boring. 你看我用火了吗？今天，我想用你的招牌鱼汤啊，但这个鱼不适合做鱼汤吧？我没用过这个鱼。它那里边食材还有别的鱼吗？有鲫鱼吗？可能有，弄1-2条鲫鱼吊汤是吧？对，鲫鱼出来汤是最浓白的。好，我本来一开始想的是用鸡腿，然后加鱼骨，但它不白啊。没有鲫鱼白是吧？鲫鱼两面煎完之后再吊汤。对，炸一下完敲碎。OK， 敲碎完在锅里边再煎一下，煎完之后然后开水一冲，浓白汤哎，又鲜又浓。哎，干嘛呢？选点香料，它没有麻味儿，它只有清香味儿。你用过吗？我没用过，我刚才问了云南的碧鸿飞。它是一种香草，类似于柠檬清香的那种。OK， 搁这研究呢，讨论上了啊。你这样试一下，你加一个料水，有没有那个生粉？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酸汤，我觉得味道要更重一点。哎，你太懂我。狗头军师，别再出错主意。段文义说的非常的有道理。我既然要做一个鱼的料理，
就没有必要再去介入鸡的鲜味，那就是鲫鱼加五鱼，鱼上加鱼，那这样就非常的合理。鲫鱼已经在煎了，那就要吊汤嘛。还有2个鱼啊，有意思，有意思。鱼是我得心应手的料理。那么对于麻芡，它本身的麻度没有特别的高，它带有一点柑橘风的一个尾调，刚好跟鱼又是一个非常搭配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打这场比赛不是要去玩的天马行空，而是要做减法。Flavor is the king， 就是味道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想要把这个鱼做到本来最大的一个风味，我把鱼肉取下来之后，用细盐稍微腌制一下，然后我把麻芡涂抹在鱼的身上，让油脂渗透到鱼肉里面。它的食材还蛮少的啊，它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手那么多食材啊。对，鱼嘛，你要吃到鱼的鲜，香料你要有香料的香，就很 OK 了。我真的是想要保留这2味食材最本身最应该有的味道，所以我用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把蔬菜跟鱼一起包在烘焙纸里面。要干嘛？它是个饼吗？纸包鱼啊，法国纸包鱼，对，通常是法国南部就比较清淡，没有奶油这种菜。哦，160度，然后烤个12分钟，鱼就熟了，它就吃鱼的鲜味。再把熬煮好的鲫鱼浓汤调成一个酸辣口的汤底。这一次我不要去单纯的讲故事，不要去单纯的给它做一些框架，把它做到最简单、最直接、最粗暴、最好的一个味道，那它就够了。好，非常好，大道至简。它这个应该是好吃的。唯一担心的一个点就是麻芡主食材能不能突出出来。好，谢谢。哦，哎呦，饼这外面是什么？不是饼，哎呀，这个什么？然后我这边用到的是一个法式传统的纸包鱼的工艺。哇，闻到了。哦，这个就比刚才那个就是要特别一点呈现方式，鱼的汁都留锁住在里面，在这个里面。然后这个酱汁里面有很浓郁的鱼汤的味道，以及番茄的香点，然后还有很浓的麻椒油的香气。哇，流口水了！这个汤一浓，酸辣的一喝，绝对绝。都已经吃了，我又来一小块。哇，哎，很嫩的，一切下去，哇，真的很嫩，真的很嫩。哇，好嫩呢、吃咸吗？一点点。有一点哈，因为那个汁儿就有点，哇，它那个酱汁还不错，这酱汁还可以，挺特别的。但其实它有一点云南的味道。你俩真是吃啥都吃得干干净净啊！拿个碗接着呗。哦，对不起，应该没问题。这道菜开胃解腻，鱼的风味都有在。You know, I always have, when I think a dish is interesting,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对于有趣这个定义，首先我会觉得这个菜会有一定的想法，会带有一定的创意，但是一般会接着一个但是。很聪明哦。You know, you like to make things complicated. You cook it inside a bag.
but the result is good, very good. I'm proud. You finally learn that technique, theories, is not everything. 是的。 For this particular fish, the way you cook it, I'm getting the most out of the fish itself. The sauce holds acidity and spice in a nice balanced amount, which complements the fish nicely. And the pepper, I do sense that hint of pepper as well. Just a little bit of advice. The vegetables, they're cut a bit too small because it gets very awkward, especially when you have to carry the food to the plate from a bag. 谢谢梁老师的建议。其实我今天把它切成小颗是有一个巧思，因为我们的老师里面有一位优雅的女士，所以小小的女生吃起来会方便一点。希望老师能理解。哇，聪明了，聪明了，小子会讲话，聪明了，太好了，说的。首先呢，它确实是风味工程师这个名字名副其实。这道菜，它的鱼肉的这鱼的本鲜和嫩，是现在做的最好的一道菜。我现在唯一能够挑出它毛病的，可能就是如果说你单喝汤来讲，会咸了一点；但如果说汤和鱼肉加起来来讲，那种嫩和鲜，你做到了用这两个食材交融到一种最好的体现。所以吃到现在为止，你的这道菜是在我心里排第一位的。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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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排第一啊，对对对，那厉害了。值了，评委都对我的菜品几乎高度一致的赞可。不管最后公布的结果是怎么样，那么至少在当下这一刻，我的坚持和付出都有了回报。还得是你啊！是我啥？这个菜你有一半的功劳。不要说出来好不好？源自自然的精华，才是本味之鲜。要尝出食材自己的味道，我选李锦记薄盐生抽。黄金地带的阳光，酿就独特的岁月鲜香。鲜薄一分会失神，严重一毫会夺味。三餐四季，让道道菜都好吃。李锦记薄盐系列，薄盐味更鲜。但是小刚他们 ，Terry， 他们危险了。Hello, chef. What do you think? How are you doing?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fish. Let me ask you, okay? You know your teammate. I think they're very strong. Yes, chef. Okay. How much confidence do you have? I mean, they're strong, but we all work with the same ingredients. We work with the same time. So I think I have a high chance of winning. I'm pretty confident with my comfort food. Name 3 chefs in there that you think you can beat. Oh my God, you're very cruel, chef. I am very cruel. You are very cruel. You can name more. I'm just asking for 3, okay? To be honest, I think I can beat them all, chef. You can no. I just want 3. Shoot. You want me to start naming each one and you say yes or no? Sure. Okay. I think we could go. How about the engineer? Engineer, he's a tough component, but I can beat him. Yeah. 我觉得这个名额我一定是势在必得。Terry, 3 Michelin star chef. He may be difficult to beat because I know his skill set, and I saw him on the last few rounds that how he's been cooking. 很多人都把你当成这个人的目标，像听说对面的八达通，希望能以打败你。对他们，我觉得他们都很喜欢我，所以没办法。Look, I'm not gonna torture you any further. Let me ask you. Are you going to do just one dish or are you going to do more? I'm just going to do one dish, chef. So one dish? Just simple dish as a family meal.
Okay. I like what you're doing. I like what you're doing. Okay. So do it well. Stay focused. Remember, taste is king. Yes, Look chef. at me. Thank you. Taste is king. Taste is the king. Do it. Thank you, chef. I wanted to win and I wanted to advance. However, you know, yesterday's comrade, today's enemy, right? It's quite cruel rule, but I'll pour my heart into cooking today's meal and fight hard to advance to the next round. I think my strategy for this round was comfort food. Regardless of what ingredient it was, I actually wanted to do clay pot. It's one of the iconic Hong Kong dish. Because I thought this may be my last round to cook for the judges, I wanted to cook something for like family meal. You know, through this competition, you know, as I went through a lot of the roller coasters, I started to feel, you know, every staff in this show, I started to really connect with them. I started to feel like they're my family, and I wanted to make them feel like I'm cooking for them out of my appreciation. So I thought clay pot was the perfect idea and the dish to present for this round. First, I simmered a fish broth with kelp, toasted fish bones, and assorted spices, which I'd use later for clay pot rice. 他把所有的香料种进去之后，要那个酱汁增稠，烩饭。 Next, I chopped cured pork and stir, fried it with dried scallops until fragrant. I spread the mixture evenly over the rice. Poured in the fish broth and put everything in the oven to bake. In that case, the rice will also carry the aroma of fish and pepper from Yunnan. The sauce is the soul of this dish. First, I mix various seasonings with bonito flakes. 他把那个尾花之类的炖了一个汤。Then add scallions, apples, onions, and Yunnan prickly ash to the mixture. Blend everything in a food processor and strain it afterwards. Next, take the rice out of the oven and transfer it to a clay pot. Lay fish slices, shiitake mushrooms, and more Yunnan prickly ash on top. Then start simmering. You have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heat while cooking to prevent the rice from burning. 哇，这个饭，哇，好香！继续俩字，两个字啊，赢了。对吗？焗饭啊，大家好，我是注意八达通。In Hong Kong, there's something called bo jai fan. The fish is just lightly cured in salt and pepper. Every layer of the dishes here, even though it's all mixed together, you'll feel Yunnan pepper throughout the layers. And as this may be my last, I wanted to serve you myself. 哦，你不是听不懂英文吗？能听得懂，我是他 family。哦，哎呦，都一点都有，哇，英酒这可以。哇，这个酱汁，灵魂酱汁，这个很重要哦，这个酱汁特别重要哦。哦，拌一下，这锅巴，哇，这个麻芡味很浓。有这个麻芡味。哇，这个饭真香，哇，好香！请评审们品尝菜品。
这锅巴真的好香啊！稍微有点咸呐。他做了一个这个藕鱼拌饭，但是呢，这个拌饭呢，把麻芡的这个味道表达得很浓烈，但是它也有一些不足呢，就是这个鱼腌的咸了一点。它的那个吃到嘴里的锅巴，真的就是那种脆的，像你外面买的那种锅巴一样，完全不会硌到你的牙。鱼呀，还有它的酱料啊，搭配的非常好。随着鱼嚼，你根本都不知道你自己吃了麻芡，但是它后劲儿非常大。Well, I ate it all. This is an absolutely excellent dish. In the beginning, we got, of course, that numbing, and then we get the taste of mint. And then afterwards, we get some fruit as well. The fish, it's done well. You surprised me on this dish. You surprised me. Of course, coming from Hong Kong, I didn't know, you make a better clay pot rice than a lot of people there. 厨艺八达通，我很喜欢你，就是把这个拌饭跟这个港式的 style 融合在一起。对，那这个应该就是个跟家庭有关系的。然后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 I can tell that you're a family man and you're very emotional. You have a lot of feelings inside you. So you're reminded of your family being here. Do you hav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your family and your loved ones? Well, then I'm probably gonna cry. So it's okay. Heroes have tears. My wife is pregnant right now, and because of this game, I cannot spend so much time with her. Very sad that I cannot be there for her, so I present this dish to my wife. You know, being wife of a chef is very difficult. It's not easy because we're not at home all the time. We work 16 to 20 hours. We see our cooks more than our family. So without her, I can't even be here, or I cannot even continue what I do. So I appreciate you for supporting me. Thank you. Hopefully you'll have a good score. Thank you so much. Good luck for everything. Thank you. Thank you. 哇，这个要6个人合意很难呢。到目前为止，还是陈小刚那个也还好一点。我觉得第一还是风味工程师。现在是2位川菜师傅了，是吧？因为麻芡活鱼本身就有一种比较浓郁的味道，所以我熬了一个蔬菜水，来中和它们的味道。蔬菜水我选用了很多就是有辛香味道的蔬菜，比如说我里面加了一些大葱、蒜苗，还有一些辣椒，比如湖南的控椒、樟树港辣椒，还有一些大蒜、嫩姜和少许的西红柿、西芹、洋葱、胡萝卜。最后加入蒸鱼豉油，让它慢慢炖煮。哇塞，这么多料！然后需要给麻油鱼进行加工，先把它的肉给整块剔出来，然后把它刺给拔干净，这样它的口感就会好一些。拔干净过后打厚片，然后用中式的方法进行腌制。
接着把腌制好的鱼肉均匀地铺在烤盘里，还加了一些茴香，因为现在刚好又是打茴香的季节嘛，放了一点点这个番茄，这样的话也会给它提供一点鲜度，还有一点点的酸度在里面。哇，这个绝对好，这个。然后在鱼上面浇上大量的麻芡，然后浇上油，大量的油去给它浸，直接把它烫熟，大概在140度到150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油温，它也可以激发这个麻芡的味道。然后最后放入烤箱让它的余温在这个烤箱中密闭的环境里给它加热，让它的味道融合在一起。这鱼这油脂度高，这烤也不会难吃。过后呢，我就把砂锅烧好了过后，然后配上了一点点我们云南的甜笋，因为鱼肉比较嫩，然后这个甜笋又比较脆，所以形成一种反差的这样的一个口感。而且砂锅弄出来又香。然后再淋上我们这个过滤好的蔬菜水，看着熟没？也熟了。然后把这个鱼放到我们的汤里，放了很多沙葱碎或小葱碎来提供不一样的这种葱香味。最后我们把麻芡和青椒混合在一起。其实现在我们用的是干的麻芡，干的麻芡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给它做它的油来去运用因为很多香味它都是属于脂溶性的。脂溶性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油脂作为催化剂，让它的里面的这个芳香剂更大的放大。最后把这个油淋到上面，让它快速的激发这个葱和鱼的香味。哇，这个油真的很香，这个油。哦，也是这样的一个。哦。这全是麻芡，这么厉害吗？哇，这个还真没看过，而且没有看到鱼肉，都藏在下面。哇，好香啊！闻到。这个是川味的经典做法，一层全是麻的。这个哇，这个怎么捞？哎呦，藏在下面。哇，还有笋子是不是？这是白笋吗？哇，沙葱的味还蛮足的。这个处理就对这个鱼是正确理解了。哇，好嫩！哇，真的吗？很嫩。这鱼真的是做得好。一个是不咸，非常好。打开盖子，拨开这层油以后，把鱼肉捞起来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一点，会不会太咸，会不会太辣，会不会太麻？一口下去以后，全部都打消了，没有，刚刚好。影视主厨应该对食材非常了解，就起码他对鱼跟麻芡这两个食材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在平衡这两个关系的时候，知道鱼在麻芡油下面能够有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如果是稍微有点变老变柴的话呢，这个菜就不算完美了。我想问一下，你怎么能把这么多的麻芡做出了没有过麻过辣的这个效果？因为我是用那个油给它炝出来的，然后里面就有一点点淡淡的这个麻芡的味道。因为如果太麻的话，你待会儿吃其他的味道基本上是没有味道的。首先我很好奇像影视主厨，你之前也经常去山里面去找一些很特殊的一些材料，那你像你对这个麻芡是比较熟悉吗？第一次使用。第一次用啊？对。哦。
这道菜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你是一个影视高手。如果评分的话，我给他100分，100分。哇！完美，我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觉得哪里需要改善的地方。我觉得他让我重新想要去更多的了解你。谢谢刘老师，谢谢。我觉得这一道菜最好玩是你叫影视主厨嘛，就很这菜很贴切。然后刚刚因为我在这里面有吃到麻芡比较苦的时候，但你这个是吃下去变一颗一颗的时候，第一不苦，第二还是有它的那个焦香味，然后再来是变成这个麻芡也能当成一个提供我们口感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道菜处理的非常的应该说是很接近完美了，对，很棒。谢谢潘老师。哇，这个评价很高啊！期待张主厨，这个主厨很厉害。张师傅做什么？应该是一个小炒类的，整个鱼全部切成了小的鱼块。我想了几个方案，最后还是选这个毒，就是用我们烧豆腐的那个方式，因为它保鲜，就是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口味。把麻油鱼宰成块，用姜葱料酒腌制，这样可以去除鱼的腥味。麻芡加小葱一起剁细。我觉得这个花椒还是以麻为主，那个麻味很强大了，你要去平衡它，需要给它搭的一个味道，就是我们的豆瓣。现场调配豆瓣酱，厉害厉害。然后在里头又加了一些辣椒，然后就把辣味把它提起来。就是麻可能会在前头，但是辣也要去配合。张老师应该是做椒麻了，椒麻鱼。强香呢，川菜太好吃了，椒麻鱼强香。原本想做麻辣鱼炖豆腐，想加点豆腐进去。没得东西。没找着豆腐。对，我那种发力情感是很差的。对我来说，这个是个弱势，就放弃了就。反正都还好，因为它的那个鱼的给的那个量也足够了。有没有豆粉？豆粉有。师傅，你怎么还有空跑过来啊？你怎么还有空跑到这边来啊？拿东西。我用豆粉、鸡蛋清、烽火调在一起，给鱼上浆。它现在应该是果粉去炸，炸完再烧。烧完之后，把那个发剁的葱和那个麻芡，然后在上面泼油。鱼块软炸定型，保持鱼肉的水分，就可以捞出。把准备好的调料下锅炒香，再把炸过的鱼块放进去炖。麻婆豆腐一样吗？我也感觉有点像麻婆豆腐，他用那个鱼肉做豆腐一样。我们叫嘟嘛，嘟。嘟鱼。这切勾的好，这就是熬师傅的手，你包了紧的，包了紧，然后又散光了，反光了，流油不流汁。对，中餐的魅力。专业。因为这个相对是比较熟悉的技艺，做菜的这个思路比较清晰，每一个环节基本上都在可控的那个范围内。来了，香，胃口大开。这个配米饭绝了，绝了。可以。我觉得漂亮。轻轻松松啊。我跟你讲啊，这是所有的7位师傅里最厉害的师傅。看得出来，岁数也是摆在这儿呢。一看就前辈。就不知道张元富他选什么菜，他的技术没问题。对啊，那选什么嘛？你选什么的问题？一菜定江山。
哦，这是麻婆吗？有点像烧豆腐那个烧的。哦，期待。哇，谢谢。各位评委好，今天用了一个马友鱼，然后用到一个云南的特殊香料，用烧豆腐的方法炖了这道鱼，它的风味、辣、带一点麻、炭和鲜的特点都在里面了。这厉害哟！一闻都是这个麻芡的味道。哦，这很香哎，它这个炒很香。这个它一定里面是很嫩的，鱼像吃豆花一样，应该。好嫩，你真的好嫩。老师这道菜一上来，我以为是麻婆豆腐，但是呢，吃起来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把马芡啊和这个鱼肉啊完美的融合在了川菜里。它的味道更有层次，鱼的口感和麻芡的口感非常凸显。不错。它这个味道调得很正，甜味、辣味、麻味、香味融合得很好，就是平衡度拿得很准确。啊，这就对了，多吃点。它呈现了一个像麻婆豆腐一样的麻油鱼，这个一下子就击中所有人的点了，他们都想来一碗饭，因为这个菜非常到位，油香糯辣各个方面都做得非常 perfect， 恰到好处。这个送饭菜完美，100分。张师傅是我们川菜非常知名的大师啊。首先你能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就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所以向你的这个敬业精神要致敬。张老师今天这道菜完全表现了他的高超的调味技巧，咸甜麻辣调和的非常的纯正，鱼肉也很嫩，麻味和辣味恰到好处，所以主题也很突出。如果说再给我们配一点米饭的话，就100%了，就完美了。首先我要谢谢张师傅哈。哎呀，那个鱼呢是真的好吃的惨，巴适的板。谢谢刘涛老师。没有，这是开个玩笑。确实，我非常同意周小燕老师说的，平衡的非常的好。我觉得技艺确实是很讲究，看起来其实是一道非常简单家常的菜，但是鱼呢也是很嫩，味道我觉得非常绝，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去评价的，就是确实少碗米饭。谢谢，谢谢。压轴的出来就是有压轴的那个重量感，那个鱼肉非常的嫩，嫩归嫩，重点是它还入味。我不知道你怎么做，但是你让这个麻芡这个一颗一颗的变成是很顺的跟这个鱼肉搭配在一起。这个跑步啊？哦，剁的哦，对不起，就是老师昨天去跑步还是？对，剁的 OK， 跑步。所以剁出来之后就剥夺了那个硬的感觉，然后跟鱼肉的这个鲜美跟嫩就可以搭配在一起，咀嚼起来非常方便。刚是有讲到再来碗白饭的话，哇，这个就无敌了。它非常适合碳水。对，恭喜老师做个这么棒的菜，恭喜。感觉他们有点危险了。我很好奇，蟹王接下来会做什么菜啊？蟹王拿的那条鱼挺新鲜的，那个麻叶就是好像那个麻籽那样，
它有点像那个青花椒。哦，青花椒，有点青花椒。听到说麻芡像花椒，我一下就想到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做一个类似于水煮鱼那样的鱼片汤。我拿到鱼之后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开刀取鱼肉，把鱼骨也剁成块，到时候用来熬这个汤底。这道菜的难点呢，就是鱼肉里有骨头，所以我就把鱼片得很薄，让鱼刺不容易被吃到。然后用盐、糖调味，加入麻芡调味料一起捞，让麻味进到鱼肉里。最后呢，我怕鱼肉不够滑润，就加了一个蛋白和一点面粉，这样吃起来会更滑口。我还加了一些洋葱片呢，还有一些柠檬片呢，将它的酸度加起来，酸酸麻麻的，让它的口感更丰富。这个鱼呢，它因为它是冰鲜的吧，所以呢，我要拿那个活的鲫鱼去做滚一个汤，增加那个鱼肉的鲜度。我将这个鲫鱼和五鱼骨头呢一起先下锅煎香，这样呢，它炖出来的那个汤呢就会是那种奶白色的，特别鲜。然后呢，我还加入了一点干辣椒，增加一点辣味，让它的口感更丰富。哦，拿那个去滚那个鱼汤。最后呢，将花菜、辣椒还有五鱼片全部过油炸熟，把它炸香。最后呢，我选择用这个花菜和洋葱打底，然后加入我们的鱼汤。哇，漂亮哦！哦。它这个鱼，它是用过什么勾芡的那种粉吗？他去捏了一下，捏了一下粉。这个鱼不需要捏的。对，就很水煮鱼的那种哈。The dish, kind of like a fish soup with the pepper, it was a very weak dish. You look at the fish, it's a luxurious fish, you know, mayao. You don't use that to make soup. So that's his first mistake. The second mistake's, okay, if you're gonna make soup, you don't make it with, you know, a very bland flavor of the pepper and have the full spices coming from oil, the red oil, and also, you know, chili. I would not do a fish soup. 相对来讲，实话说，香港蟹王的鱼肉呢，就没有其他人做的那么的嫩，然后它那个锅仔里边的那种汤汁有点油了。漂亮是很漂亮的，所有菜品品尝完毕，请评审们商议决定晋级者名单。哇，这何意可難咯！我想知你係揀邊3個？我揀用 engineer 1, 2, 3。你的第一是谁？我是那个张元富。对啊，我是89，他是90。还有一个我好像是应该是这个中理工程师。我认为是那个厨艺八达通。张元富影视厨师，还有厨艺八达通。我觉得他们从对食材的理解到味道的平衡都可以达到晋级的一个标准。反正我的第一肯定是陈绍刚，我的选择一定是出于我自己的珍惜。既然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了，我还是非常希望能从一个真的就是感觉来到一个餐厅吃饭的这样一个路人的角度去感受每一道菜。你的前3是谁啊？我的前3是周杰伦、潘玮柏、王力宏啊，不是。很有品味，
但是我还是更多希望听专业老师的意见。你挑这2个，对，它肯定会重复。它是重复的。还有一个 ，OK， 你挑的是这3个，好。我挑的是1个、2个，也是重复了。1个、2个。Engineer 4, right? 对 ，4。This one's 6. 5. 5. Yeah. 3. 3. From the selection side, you can see that it was a close race. I think it was a fair selection based on merits and based on opinion. 把我们打分的结果做一个统计，基本的票数还是集中在这个3个人，所以大家共识还是一致的。现在公布晋级者名单。用的相对对的方法来做这道菜的话，我觉得展现的也算是我比较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胜算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对这一轮菜的构思之后，我觉得这个名额我一定是势在必得。我肯定有信心去晋级的。下面宣布第1位晋级选手。这一位，我觉得他今天做的鱼是非常可口的，很嫩，表达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好，应该是没有吃过这样子的口味的，所以我得到很多的惊喜。这一位主厨就是